一镜双目，国产自研1英寸大底，更强的红枫影像。华为 P280 Ultra 作为华为双旗舰定位中主打影像的超大杯，这一代80 Ultra 的相机里有哪些新功能？超高动态范围的1英寸大底到底有没有优势？一镜双目工作时的特性，以及华为在长焦端领域到底能否重返行业巅峰？本期视频干货满满，点弹上车，正式出发。首先先来盘盘我个人觉得最有意思，也是最多人关注的双长焦系统。华为选择一底双长焦的方案，本质上是想解决3个痛点。第一个痛点呢是手机特性所带来的结构限制，各家的潜望式长焦很难做大底。比如安卓阵营已经非常强的 vivo X200 Ultra， 它的潜望长焦是1.4/1，OPPO 的 Find X8 Ultra 中焦是1.56/1，长焦是1.95/1。就这些已经很优秀的竞品，在长焦传感器面积上，确实都没有干过华为。所以可以这么说华为通过一镜双目这个结构，在客观上换来了参数优势。那华为想解决的第2个痛点呢，则是长焦焦段空档的问题。大部分手机都是主摄加超广角加潜望长焦，焦段通常是跳跃式分布比如0.6、1、5。那中间的2到4段以及10倍以上的超长焦，就只能依赖数码裁切和算法优化。而华为采用一镜双目的方案，就能够做到从超广角到主摄到中焦再到超长焦都有对应的镜头去负责。那华为做了这么多，想解决的还是这体验上的第3个痛点，就是长焦体验割裂。OK，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相机，大家看现在是1倍、2倍。然后包括你放大到这个3.6倍，那现在呢都是在用华为这颗1英寸的大底来进行裁切。那对于这么大的底来说呢，到3.6倍这个焦段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解析力都不错。然后你现在点击3.7倍，这个时候呢，这颗1.28/1的5000万像素的镜头就参与进来了。那这个时候从3.7倍我们一直放大到现在5倍，再来一张，然后再到6.5倍、8.5倍。但这时候如果你点击10倍，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动画，并且能听到一个音效。这个时候呢，华为就给你换第2颗镜头了。在这个焦段下，你稍微放大看的话，也能够看到和 vivo 比有一些优势。而如果呢，我们控制变量对比一下 P280 Pro 加，都不用很极端的焦段就在10倍的焦段下，你就能够明显看出 Ultra 的解析力那是真的好。在体验过程中呢，我也发现了这2颗镜头切换时的一些特点。如果被摄物体足够远，你在3.7倍和10倍之间切换，系统是一定会选择2颗不同镜头的。哪怕是夜景暗光下也是如此，所以从这个逻辑你能够感受到，虽然第2颗镜头用不满整个传感器面积，不过华为确实认为正常情况下换镜头是对体验有更大帮助的。但如果你切到10倍以后，被摄物体比较近，那这个时候系统就会调用3.7倍这个镜头来完成对焦，并且在拍摄视频的过程中呢，华为也只会调用3.7倍这颗镜头。原因也比较好理解，一方面是极少有用户有超长焦拍视频的需求，另一方面呢，在连续的视频拍摄中，2颗镜头似乎也没有办法无感切换，华为自然就选择了光圈更大，能用满整个传感器面积的这颗头。总之，华为这个超大底双长焦的结构，哪怕抛去黑科技的光环，在实际体验中也具有解析力优秀且色彩一致性更强的优势，并且在体验过程中呢，也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创新点。那硬件上1英寸大底加上大底双长焦的结构，再搭配这个红枫传感器，这一代华为的人像能力就有了巨大的提升。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先说一个主观感受吧，就人像部分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的美颜算法这部分呢，我的确很难用一个客观的标准去评价但我相信绝大部分用户希望看到的美颜算法，应该都是那种你一打眼有提升，但又不会和本人有巨大偏差的算法。我认为华为这代的美颜算法，终于有这个味儿了。那至少我自拍或者对镜拍的时候，终于有那种帅了但还是我的感觉。Nice。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的模特小姐姐，带大家来实际感受一下华为这代人像表现到底如何。OK，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人像模式5个默认焦段的色彩一致性现在呢，大家能够看到模特小姐姐穿了一个大红色的衣服，然后我的车是白色，然后整个环境比较阴暗，并且大部分都被绿色所包围，所以这个场景还是比较有这个难度的对比默认焦段的色彩一致性，能够看出人像模式3.7倍、5.6倍和10倍的色彩一致性极好。
并且10倍的人像解析力就不错。要知道，绝大部分旗舰机人像模式压根儿就不会支持到10倍，所以呢，双镜头的结构的确给华为带来了很大的自信。而且哪怕是到主摄部分的人像，放大看我 M8的白色车身，主摄和长焦对色彩的还原也很接近。所以在色彩一致性这方面呢，华为这次确实有点东西。到了逆光人像这部分呢，我们找了个背景灯牌超级亮的地狱场景，在这种地狱难度下呢，华为的色彩还原和多焦段之间的色彩一致性依旧不错。如果对比 X200 Ultra 的话， vivo 的主摄和长焦观感，差距就很明显了，且长焦端呢会更黄一些。最后呢，我们又找了个更地狱的场景啊，当时天都已经黑了，模特正面呢几乎没有任何光源。那这个呢是华为和 vivo 的长焦人像对比。有一说一，这次华为的人像是有点东西了。那通过这次实拍呢，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到，得益于全新升级的红枫影像系统，华为这次的色彩表现相比于 Mate 70又有了明显的提升，尤其是对于肤色还原这方面啊。而且呢，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呢，又拍了不少的 live 图，可以说是效果很出色。总之呢，我认为这一代 P20 80系列从软硬件上都能够让华为拍出优秀的人像效果，不管是逆光场景、暗光场景，还是复杂光线下，无论是色准还是美颜效果，华为这次有点东西。视频拍摄这方面，华为这次主打的是一个超广的动态范围啊！我在上海取完产品往深圳开的时候，我们用 P20 80 Ultra 在车内拍了一些素材。当时感觉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那雨水打在玻璃上，车内屏幕的高光、人物的轮廓和车外车灯照亮的路面，整个画面质感很优秀。华为这次全新的1英寸 ROIB 传感器支持3重实时融合技术，分别采样暗部、亮部和超亮区域，并且在 ISP 中实时合成。我测试的时候呢，想尽可能模拟一个极端场景啊，就是很多人喜欢在这个漆黑的屋子里看视频，所以呢，我用我的 OLED 屏幕去播放高亮度火焰的视频。屋内灯光全关啊，这样呢，房间里有一个高亮的屏幕，有被屏幕打亮的桌面，还有几乎全黑的背景。对焦和测光都选到了火焰上，只点一次，不做过多干预。我们来对比一下华为和苹果的区别。苹果呢，如果你不再手动拉低曝光，它就会舍弃高光部分，暗部来留更多细节。但如果呢，把高光部分拉到和华为差不多，那苹果的暗部基本就是一片死黑了。我推测华为呢，是因为知道自己的动态范围更高，所以华为这次在视频里的测光策略有个比较明显的取向，就是保留高光细节。不管是我拍模拟的火焰，还是一开始在车内的屏幕，华为都是这个策略，保留高光部分，暗部提升的比较克制，但又不至于死黑。没有这个动态范围打底，我相信华为不可能采用这种测光策略啊。肚子里有货，策略上就能玩出点新花样，而不再追求平平的画面表现。那说了这么多 P20 80 Ultra 的基础素质表现，这一代的硬实力，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玩法，我觉得不得不提。最值得各位拿到手好好研究研究的，那一定是这个个性色卡。进入相机预览框，点击右上角就能够看到这次的个性色卡。华为预设了自然、胶片、电影、动漫4种风格。这4种风格里呢，我最喜欢的肯定是胶片。那不管是拍人还是拍产品，都特别好看。而且这个色卡能和人像模式进行叠加。也就是说，人像模式的虚化和美颜可以直接和你调整出来的个性化色卡相结合。你点进这几个官方预设后，也可以自行调整色温、饱和度以及光影。这3个参数其实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如光影。调整光影这个参数，相当于在 PS 里调整曲线、对比度、高光、阴影、黑色、白色、饱和度这7个工具叠加后的效果。那这个色卡为了方便用户使用呢，调整入口上进行了大量的简化，但背后调整参数上保留了很多。这给了用户有很大的可能啊！我相信这个功能一定会在社交平台上被很多人传播，因为这个功能它不仅可以调整，还可以分享啊。比如我最近常用的060606这个模式拍白色系的产品特别好看啊，拍人也显白。再比如奥巴蓝色调非常清新的蓝色系色卡，这个功能和普通滤镜最大的区别呢，我认为主要是对于人物肤色的保护。比如我这张060606，这是一个冷白皮的感觉，但如果你把它换成一个明显偏暖的电影色卡，你会发现肤色的变化也很自然，那不会对肤色有巨大的破坏。这个功能是在 Ximage 对于影像还原的基础上，给用户提供了个性化的需求。
很适合想要快速风格化出片的用户。第二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呢是 AI 辅助构图，进入相机能够看到最上面的构图引导，把它点开，然后对准你想拍的画面保持不动，算法呢就有一定几率会自动跳出来提示用户。而如果你觉得相机的提示有点意思，就对准 AI 给出的兴趣点，然后算法就会自动进行缩放处理，完成构图引导。这个功能面对风景时呢，确实有点意思说不定真的能帮助你拍出一些好照片。除此之外，这一代的夜景模式也做了优化，就如果是日常拍，我还是推荐大部分时间用标准模式即可。华为这次夜景模式更像是针对夜拍的细分场景去做优化。比如这4个场景你用标准模式拍了，感觉还差点意思，你就可以试试看有没有符合你需求的场景，说不定就能获得更有趣的效果。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其实 P280 Ultra 上的影像还有不少可聊的，比如更好用的 Live 图、AI 云端增强等等，并且我这段时间一直把鸿蒙 5.1 当做主力机。目前鸿蒙的体验呢，相比于鸿蒙 5.0 Beta 版真的是提升了很多。微信飞书以及我常用的大部分应用都已经完成了适配。目前我肯定不会说鸿蒙 5.1 的生态已经追上了苹果安卓，但我很欣喜看到这个进步速度。如此以往，我相信鸿蒙生态很快就能迎来真正无痛切换的那一天，并且 5.1 上也有小姨看世界、更好用的指纹快捷键。那这些呢，我们在上期 P280 Pro 加的视频里都有提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从 Mate 70系列的红枫影像系统开始，我强烈的感觉到华为的影像实力正在回归，但 Mate 毕竟不是华为的影像旗舰 ，Pura 才是。而 Pura 80 Ultra 在我体验过后确实感觉到华为的影像实力回来了。1英寸自研大底带来了优秀的动态范围，超大底双长焦更是把科技的炫酷以及实际效果都推到了行业前列。再搭配更准的色彩以及更多的玩法，我不敢说满血的华为影像旗舰已经回归，但我可以自信地说 P280 Ultra 是近年来最有华为味儿的旗舰，它既有技术的锋利，也有审美的温度。OK， 那本期视频的找内容就这么多。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请到点赞、评论、推转发。我是 JK， 我们下期视频见，祝好运，拜拜。